我是大前最受宠的三皇子叶宵，从小就极其聪慧，习百家之所长，武道天资无敌。14岁便已精通皇宫武库，与神武院3000功法武技，被称为1000年第一天资。就在天下人都以为父皇要把皇位传给我时，我却不辞而别，带着从小一起长大的侍女柳儿和一把剑，少年入江湖。柳儿，快点！少爷，你看。10年后，机缘巧合之下，我获得了人族至高宝物人皇鼎，并修炼了其中无上功法大眼黄极功。但需以人族气运修炼，人族气运越多，实力越强。如此一来，我只有重回朝堂，将这皇位也坐一坐。妈的，不长眼的狗东西！老子的猎犬你也敢杀？你这是在找死！明明是那位公子的狗去咬了那汉子的儿子，那汉子护子心切，才用斧子将其砍杀，这怎么还要人偿命？小声点儿，那人可是晋王世子叶星元，晋王知道吗？那是当今陛下的亲弟弟，这可是陛下的亲侄子，谁敢管啊？咱老百姓得罪不起这般人物。老子这条狗养了7、8年，你今天砍杀了他，老子也砍了你！凶徒袭杀皇亲，把他给我宰了！小园子，我不在唐安城这些年，你挺狂啊！还记不记得我怎么跟你说的？再发现你欺负人，我就打掉你满口牙齿，打断你2条狗腿。这才10年，你就全忘了？三哥，我错了，我不敢了，你饶我一次！杀！叶星元，你身为皇室子弟，欺压百姓，败坏皇室声望，人神共愤。今日我大前3皇子叶宵断你双腿，以儆效尤。陛下，出事了！出了什么事儿？这副慌慌张张的模样，早告诉过你，遇事要稳重。陛下，三皇子回唐安城了。萧儿回来了，那个逆子还知道回来，快把冯大师做的那件龙袍给朕找出来，朕要让那个逆儿知道朕之威严。去吩咐御膳房将前日蛮族送来的闭眼司封号杀了。那逆子虽然不听话，但朕惩罚过后总不能让他饿着。还有，去通知百官及皇亲，萧儿回唐安城，明日朕要大摆宴席。陛下，三皇子他在城门口打落了叶星元满口牙齿，还将其2条腿膝盖骨骼踹碎。晋王此时只怕已经在往皇宫来了。启禀陛下，晋王于殿外求见。让他进来，去吧，给朕把龙袍找出来。另外，闭眼司封多也准备好。陛下，你要为臣弟做主啊！事情朕都知道了，这星元怎么能在城门口公然砍杀百姓呢？便是小儿有错，可终究事出有因。念在同宗兄弟的份上，也不该光天化日下此毒手。更何况依照礼法，皇室子弟犯法，李胜交由宗人府处置，岂能这般荒唐？启弟啊，叶宵这个逆子自来是不服管教，这浪荡江湖多年，难免沾染些草莽之气。你放心，等他回宫，朕定然会将其狠狠惩处。七叔这40、50岁的人了，怎么总是跑来父皇这里哭诉，也太没出息了。小儿，父皇，儿臣要参晋王教子无方，任由子嗣欺压残害百姓，败坏皇室声誉，还请父皇严惩。陛下，叶宵所言并不属实，星元平日并无恶行，只是今日意外，爱犬失控，被那农妇所杀，实乃事出有因，还望陛下明断。巧了，我平日也并无恶行，他是事出有因，那我自然也是喽。如果平日没有恶行，加上事出有因就无罪，那我自然无罪。你这是诡辩！星元无论如何是你同宗兄弟，如何能断其双腿？踹的还是膝盖要处，他这一辈子都被你毁了。他毁了，总比我大前皇室的名声毁了来得好。若是皇室子弟个个如他一般在外欺压百姓，我大前皇室还不名声尽丧，为天下人唾弃？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是咱俩加上叶星元都有罪，所以呢就各论各的，任由父皇处置。第二
就是咱们大伙都无罪，各回各家洗澡睡觉。你觉得是哪个？陛下，还请圣断。七弟啊，朕觉得这逆子虽然荒唐，但是说话却还有几分道理。手心手背都是肉，若要处置，便要秉公，岂能只处置一人？既然如此，臣弟请求陛下派出宫中御医为星元诊治，尽可能保住他的双腿。准了，你先下去吧。哼，你这逆子还知道回来？哼，没办法，年纪大了，总不能老是漂泊在外，回来混个皇帝当当，安稳一些。你好大的胆子，这种话也敢说？朕可不止你一个儿子，如今你那些兄弟个个皆是人中龙凤。这么厉害？那行吧，我待几天就走。皇帝当不了，这唐安城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你若再敢不告而别，别怪朕真的跟你翻脸。你要当皇帝，朕可以许你一个夺嫡的机会，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娶妻。朕欲赐你一门婚事，绝对是我大前1等1的美人。有这种好事，我答应了。行了，下去吧，去明月宫见见你娘亲和妹妹。周统，你指内务府许其招揽门客之权，并可豢养私兵3000，每月银钱10万。另外，2年前平北侯嫡女梁晴为大前，一战屠敌数10万，背上人屠恶名，不是没人敢娶吗？你指平北侯梁承恩赐婚其女梁晴，嫁与三皇子叶萧为平妻。你不是说周涛是你老部下，亲如兄弟，你只要开口，晴儿和他儿子的婚事一定成吗？怎么就又被拒绝了？人家说已经定亲了，我有什么办法？定亲？放屁！我都听说了，人家是你上门之后连夜定了一门亲事，平日里还说什么好兄弟一生一世，真有事情了，我看都是狗屁。谁叫晴儿下那般狠命的，甚至亲自上手，带头斩杀楚国青壮，多少军士亲眼看到他一夜斩1000人，那一夜血流成河，别说活人了，连畜生都一个没放过。各种传言出来，我听了都毛骨悚然。还不是怪你，要不是你教他练武，许他从军，哪有今日之这些传言？现在可好，眼瞅20岁的大姑娘嫁不出去，他以后可怎么办啊？平北侯梁承安接旨。就知道父皇就是偏心，老三不但没有遭受惩罚，还被赐予府邸以及豢养私兵之权，每月银钱10万，凭什么？我当年开府，父皇不过许我每月1万银钱，800私兵。目前看来，三皇子或许真的是个大麻烦，殿下是下决定的时候了。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趁着三皇子立足未稳，又与靖王产生矛盾，使死士刺客杀之。父皇宠爱于他，若是派高手保护，我派人去刺杀，岂不是自投罗网？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少爷，有刺客，杀了吧。有意思，这就开始了。不知道是老大还是老二，不过没关系，都一样。想跟我争，下辈子吧。三弟，听闻父皇给你每月10万钱，倒也不少，可是还要供养3000私兵，只怕就有些捉襟见肘了。三弟若是用钱，尽可跟二哥张口，不管多少，二哥绝对帮你搞定，只要8分利息。二哥还真是没猜错，我现在手头的确有些紧，不知可否先支应1000万两银子应应急，等我有了，立刻还你。三弟好大的胃口，不怕银子太多砸到脚？哈，
借的太多了。二哥要是给不起，也没关系，反正你从小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商贾世家，自来如此。叶宵，你不要太过分！哟，明明是你说的可以借我钱，还数目随便说，现在给不起了就是我过分？天下岂有这般道理？哼！咦，最近并无战事啊，这良禽今日怎么上殿了？难道是父皇要重新将其启用？原来是他，我大遣女人图，斩敌数十万。坊间传言他攻楚之时，拧下楚人脑袋给士卒蹴鞠，不知真假。笑起来还挺好看。三哥要是喜欢，我可帮忙从中牵线，这位可还待字闺中呢。你可莫要害我，这等凶神娶回家中，万一吵架，第二天睡醒都得摸摸脑袋掉没掉。陛下驾到！三皇子夜宵游历天下，回归长安。即日起，许其单独开府，豢养私兵3000，兼朝堂议事之权，并赐婚平北侯梁承恩之女梁晴。父皇，你别玩我！无论如何，楚君正妻将来大概率是皇后之位，而梁晴的名声注定她与皇后之位无缘，所以父皇并没有要让夜宵成为楚君的打算。儿臣夜宵谢父皇恩典，谢主隆恩。陛下，臣要参三皇子夜宵，他无官无职，当街行凶，打残靖王之子。若天下人人有样学样，还要官府衙门作甚？此风断不可长，请陛下惩处三皇子，并出皇榜，告诫天下百姓。这是大哥手下，莫要说笑，朝堂百官都是父皇属下，与我何干？被你买通了？你不要胡说，我怎会如此行事？这位大人，若是按你所说，我见到叶兴元当街行凶，理当如何？回殿下，当时靖王世子虽动手，却许事出有因。其次，殿下便是出手制止，也不该当街将其重伤，理当送至官府衙门，再移交宗人府处置，如此方为正理。展御史，叶兴元是皇室宗亲，他于众目睽睽之下欲打杀贫苦百姓，如此恶劣行径，一旦传开，大钱百姓必然离心，天下动摇。你不指责靖王教子无方，反而攻找我，是何居心？我为维护皇室颜面，稳定民心，以兄长身份教训叶兴元，你却口口声声规矩，置我皇家声威于何地？置国本于何地？展培飞，你可知罪？臣只是思虑不周，绝无三皇子所说那等无君无父之想法，还请陛下明鉴。起身吧，朕知道你并无此心，下次注意便是。诸位可还有事？若是无事，便退朝吧。父皇，三弟要组建私军，若是任由他自己募兵，所募之人皆是新兵，难成战领。儿臣建议，请父皇允许三弟去神武院中挑选追随者。萧儿，你怎么想？二哥好意，我自然不好拒绝。若是父皇许我神武院挑选人手，那就再好不过了。好，朕许你神武院挑选30人，凡有愿意追随你者，尽可收下。退朝。周统，你说老三去神武院，能挑选到足够的人手吗？只怕是有些难。神武院之人，哪个不是渴望建功立业、封侯拜将？进了皇子府，虽然清贵，可是却断了未来之路。兴许10年8年都无一次建功之机，这些人哪里会愿意？老二想要夜宵出丑，他倒是也不客气，见坑就往里跳。这要是真说去了一趟，一个人都带不出来，那可真成了笑话。你说他怎么想的？这奴才可真不知了。三皇子怎么打算的，只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咱们拭目以待。去，
传话神武院，叶萧若是去了，不必照顾。是。朕倒是要看看，他凭自己本事，能不能带走神武院那些心高气傲之辈。殿下，今天二皇子是故意给你下套。神武院中，但凡有些心气儿的，都不会选择成为皇子府的私兵。他说让你去挑选愿意追随你之人，只怕一个都不会有。我知道，老二无非就是要看我出丑。但若不是他提出此事，我哪里有机会能去神武院内收取人才？对我而言，这反而是机会。无论如何，我要试试。殿下似乎很有雄心壮志啊。当然，我回京都便是要夺储君之位。不知殿下打算如何争夺这储君之位？我不在京都多年，与朝中大臣并无交情。朝中能被拉拢之官员，只怕早已投效老大、老二和老四了。我打算以3000私兵为根基，着眼军中战功，累蓄实力，以得大位。军中起家，势必手握重兵，殿下就不怕引起陛下猜忌？你猜我那位父皇为什么赐婚你我二人？皇家呀，每个人都有800个心思。我那位父皇早已猜到我要走的路，所以他给我找的婢重也是军中将领。他是在告诉我放手去做。哼，我若行事畏手畏脚，还谈什么夺嫡？世人传言良琴姑娘心狠手辣，屠戮数十万人。我想知道，咱们若是吵架，你会不会半夜割了我的脑袋呢？怎么，殿下怕了？你若怕我，大可去找陛下退婚。说实话，作为一个男人，一想到我未来的妻子枕边人手上有数十万人民，我这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可是，作为大前皇室，作为大前百姓，梁姑娘所作所为，叶萧深感钦佩。敬佩姑娘为我大前战阵斩敌，敬佩姑娘为我大前背负恶名，敬佩姑娘为我大前忍受委屈。唐安城的男人不敢娶姑娘，我敢。从今日起，承蒙姑娘指教。苏雨，你跟大皇子走的好像有些近，明日起，我会将你调离唐安，外放几年。父亲，之前您不是说可以跟大皇子稍微走得近些吗？大皇子本是嫡出，其母为后，外戚无权，为人虽略显优柔寡断，但以我对陛下的了解，陛下大概率还是倾向于将其立为太子，所以我许你跟他稍近一些。那现在有何不同？不同之处大了，三皇子回来了。三皇子回来了又怎样？他离开唐安多年，便是回来，在朝中一无势力，难道还能斗得过其余几位皇子？你不明白，今日他于大殿上呵斥展裴妃，竟有帝王之位。最重要的是，他昨日回城，今日便得赐婚封赏，可见陛下对其颇为偏爱。这太子之位，是谁犹未可知。我知道大皇子对你颇为优厚，你也不愿远离京都，可是朝堂争斗必须步步谨慎。如今你留在唐安城，便可能被大皇子利用对付三皇子，唯有将你调离唐安，才是最稳妥的。父亲，就一个三皇子，值得如此吗？哼，万一他是个绣花枕头呢？我可是听说了，他要去神武院挑人，神武院之人大概率不会选择追随他，到时候他就会成为唐安城的笑话。那就再看看。不过为父这双眼睛阅人无数，那三皇子今日殿上极其自信，他定能从神武院带走一些人才。殿下，那三皇子身边有高手，派去的刺客才失了手。老三倒是还挺警觉，不过也就是这样才有点意思。若他真是一个废物，随便派一个刺客就能解决，岂不是太无趣了一些？你说叶萧能不能从神武院带出人？老奴不知。既然不知，那就赌一赌吧。如果老三从神武院一个人都带不出，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果带出5个以下，我要你一只手掌；带出10个人，我就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听说了吗？三皇子组建私军，陛下许其入神武院招人。当然听说了，不过院长不是说的咱们同意才行吗？难道你打算去？算了吧，成了三皇子私军，整日闷在京都，什么时候有机会建功立业？我说也是，而且那三皇子在朝中并无人望，便是真要给皇子当私兵，跟着他也无甚前途，还不如跟着大皇子和二皇子。那孩子回来了，不打算帮一把？不帮。那小混蛋，当年我想要收他为徒，却被他拒绝。现在想想都是来气。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啊，神武院本就是皇家直属，他想要学习武技，你就得乖乖教给他，何必拜师？再者说，你能教他什么？他那天资不需要师傅。哼，如今陛下可是传来口谕，对他不必照顾。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能从这神武宫中把这些一心建功立业的年轻人带走。只怕的确有些难。毕竟人生在世，谁也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这次，只怕他要丢些脸面了。怎么回事？叶萧，你要干什么？不好意思，萧院长，你们这大门年久失修，才略微用力便坏了。叶萧，这件事情我会去告知陛下。萧院长多年未见，告状倒是愈加熟练。不知道培育出来的弟子是不是也都是这般，遇事只会告状？叶萧，你最好放尊重些。我小时候也觉得神武院很了不起，可是这几年在外面见了些世面，又觉得这神武院培育的人也就那么回事。就比如你，个头不小，嗓门也不小，可惜不知道有没有真本事。叶萧，你可敢一战？可以啊，不过呢，你们也知道，我要开府需要一些人手，你要是打输了，那便给我当个家仆吧。这是10万两银钱，我叶萧今日在此挑战神武院所有人，你们可任意选择战技种类与我比斗，我亦会使用同类战技迎敌，凡赢我之人可得10万银钱，我立刻滚出神武院。他疯了不成？这种规矩，他是觉得他无论何种武技都能压制我们神武院所有人，太瞧不起人了吧？老子练的祖传双环钩，他还能会？哗众取宠，这种规矩便是任何人都做不到。怎么，还是无人敢来吗？10万两银子，神武阁的荣誉你们都不在乎，那还练什么武？还想什么建功立业？不如找个水池趴着当缩头乌龟算了。我王虎擅长拳法，你可敢与我比拳？拳法，来，让我瞧瞧你练得怎么样。王虎拳法极其出色，在整个神武院年轻一代中可入前5，只是可惜他面对的是叶萧。王师兄曾拳臂猛虎，实力绝非寻常。神拳营都尉压制修为，与王虎师兄大战200回合，不分胜负，已经点名要王虎师兄加入。我还记得王虎师兄指导我拳法，不过3招，我便被其全力震飞。萧院长在此，便做个裁判吧，想来不至于打出人命，他们也可尽力施为，省得打输了找借口。可以，记住了，尔等既然挑战，便要全力施为，用任何招式手段攻击任何部位皆可。有我在此，不会出事，万不可留手。猎虎拳，王师兄这猎虎运影比之前还要更加清晰了。是啊，上次猎杀猛虎，从中得到感悟了吧？要我说，王师兄现在拳法应当能排进咱们这一代前3之列。下一个，你也会猎虎拳？猎虎拳是门不错的拳法，10岁那年练过几天。你的猛虎运影尽力散而不凝，徒有其表。你若想要提升，神武院武库7楼第8个书架有一门卧虎武士，对你有奇效。属下王虎拜见3殿下，今日起便为3殿下马首是瞻。行了，下一个吧。宁安府孙晴，请3殿下指教执法。宁安孙家以星月指闻名，看来阁下便是孙家传人了。那就来吧。漫天繁星，不愧是家传战技。孙晴这招漫天繁星火候颇生，招式运转浑然天成，着实是下了功夫的。有什么用？又赢不了。孙师兄这星月指都练到漫天繁星这一招了，太厉害了！孙师兄太强了，还是家传绝学，这次一定能赢。
寒月孤玄，你怎么可能会星月指，还修入明月镜？孙家这门指法是入了皇宫武库的，小时候也练了几天。不可能，我苦练10年，都未曾进入明月镜，你怎么可能只练了几天就到如此境界？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公的，人与人是不相同的。或许你付出了很多努力，可是在有些人面前，你的努力会显得很无力。属下孙晴拜见三殿下。我就不信这三皇子真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神武院李斯向三殿下讨教腿法。下一个，十五院刘明天向三皇子讨教枪法。神武院邹山向三皇子讨教刀法。神武院弟子向三皇子讨教。三殿下，您到底会多少种战技？皇宫武库2375门战技功法，我12岁尽数贯通；神武院功法战技882门，我14岁尽到学会。自此离开唐安，游历天下。怎么，没人挑战了？若是真无人挑战，那便到此为止吧。三殿下，在下柳长风愿追随殿下；在下吴成愿追随殿下；在下焦大海愿追随殿下；愿追随殿下，愿追随殿下。哈哈哈哈！愿意追随我者，跟着走便是。殿下，陛下可是说你只能挑选30人？萧院长，父皇许我挑选30人，可没说不许其他人投附于我。萧院长自可禀告父皇，若是他不同意，院长将这些人召回便是。我叶萧行事从不瞒人，我此次回来，便是要谋求太子之位。我见思君是为了建功立业，将来争斗不在少数，战场之上生死由命，不敢保证。诸位若是怕死，自可现在离开。殿下，我神武院之人，或许能力有高有低，可绝无怯懦怕死之辈，绝无怕死之辈。这才是我心中神武院弟子。人之能力或有高低，可现场诸位绝无懦夫。这小子要干嘛？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当持剑斩敌，建功立业。我辈武者功名剑上取，富贵军中求。今日起，便由我叶萧带领诸位兄弟斩将杀敌，留名青史，诸君可愿？我等愿意。哈哈哈哈！不是功名，便在刀锋之上，生死之间。大前勇士尽可随我离开。今日共游唐安，以留佳话。他日黄泉相见，不负荣光。造孽呀！陛下让你挑选30人，你把所有人都鼓动走了。我要告你，叶萧，我会去陛下那里告你，你给我等着！海眼呐，你若想阻止，早些开口，一句话就够了。你刚才怎么不出声？等人走了，知道喊了？就你有嘴，信不信老子给你穿小鞋？我若年轻40岁，今日怕是也跟出去了。那小子好一手鼓动人心的本事，可惜人数太多，他吃不下。陛下也不会把这些人都给他。不重要了，这些弟子今日之后便已经是他的人了。不过我现在得去皇宫里告状了，这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一下的。而且这大门踹坏了，陛下总得给点补偿不是？那就是三皇子吗？这些都是神武院弟子，他们都愿意追随三皇子。我之前可还听说这些人没人愿意追随三皇子呢。三皇子毕竟是谣言，知道吗？三皇子这般人物为何不愿追随？不过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知道，走，跟上去看看。该死！本想借此机会败他名声，反而还被他借机扬名。殿下莫要着急，事情到底如何，
犹未可知。难道还有转机？当然，首先，陛下让他去神武院中招揽30人，可如今神武院弟子几乎尽数相随，这便是有违圣意，陛下必然不喜。三皇子纵然借此扬名，可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继续说。三皇子如此高调，无论是大皇子还是四皇子，内心都会将其当作第一目标铲除。他不过刚回唐安，根基未稳，便四面树敌，纵使一时风光，未来却隐患无穷。这其三皇子引着1000人游街，总得有个事情去做。若是虎头蛇尾，只是一般巡游，只怕最后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传为笑谈。所以殿下也不必着急，再看看不迟。哼，有道理。那我就看看这夜宵到底能掀起多大的浪花。大前立国1000年，无数忠勇之辈为国捐躯。我夜宵身为皇室子弟，率一众大秦儿郎前来祭拜，望先烈英灵，佑我大秦儿郎。我大前三皇子夜宵在此盟誓，愿以微末之身护我大前百姓，护大前国土，以身为国，百死无悔，鲜血染龙旗。若违此事，天诛地灭！龙，是龙，真的有龙！龙从三殿下身上出来了。凛冽祠内的忠魂们认可了三殿下，我王虎愿追随三殿下，鲜血染龙旗，护我大前，百死无悔。若违此事，天诛地灭！吾等愿追随三殿下，鲜血染龙旗，护我大前，百死无悔。若违此事，天诛地灭！殿下，陛下让您进宫觐见。我这便过去。王虎，我现在要入宫，你将我今日选中之人留下，尔等一同将龙旗送回我府上。诸位兄弟，父皇召唤，我先行一步。今日盟誓，乃我夜宵人生幸事，无论我等身处何处，莫忘今日之誓言，共同为大前效力。愿诸君鹏程万里，前程似锦。不忘今日之誓，为大前效力。殿下辛苦了。要为人主，这行事所为变得有些板眼，终归不能肆无忌惮。只是没想到今日人皇鼎会引动异象，助我一臂之力。那异象是人皇鼎引动，我还以为是殿下您被永烈祠的英灵认可呢。发个誓就被认可了，哪里有那么容易？那龙吟也罢，金光也罢，都是人皇鼎引动。人皇鼎与殿下本就一体，若非殿下今日所行所为引动人皇鼎，也不会引发那些印象，所以还是殿下引动的。就你机灵。好了，我知道了。少爷废弃修为，转修大眼黄极功，融合人皇鼎。如今看来，终于有了一些收获。只是可惜了少爷那么多年精修的真元。我这人啊，最是好强。人族修炼受制于躯体的先天限制，同级别顶尖高手往往不敌蛮妖二族，而大眼黄极功修炼出的真气，不弱于这两族最顶尖的功法。10几年修为罢了，不亏。若是换个人，只怕没有少爷这般魄力。何叔，一会儿去通知梦烟，让他晚上来见我。知道了，少爷。那狐妹子估计要想死殿下了。谁叫我生得这般帅气，怪不得别人。你这逆子，
朕让你去神武院选30愿意追随你的弟子，结果你把整个神武院的弟子都给弄走了。你要干什么？朕问你，你要干什么？怎么，人家愿意追随我，你眼红？眼红？朕乃大钱之主，大钱子民皆是朕之臣子，朕需要眼红你？您老人家现在是皇帝，自然如此。不过你年轻时候能引动如此多的神武院弟子追随吗？哼，你今日所为固然扬名，可你这般行径未免过于高调，只怕要对付你的人会越来越多。唯唯诺诺，须臾回之，不是我的风格。我啊，喜欢站在光明之下，不喜欢躲藏在阴暗之中。他们有手段，尽管施展就是。多余的人手，我会退回神武院的，不让你难做。关于你的亲事，怎么想的？雷霆雨露，俱是君恩，儿臣感激涕零，无比满意。真的？当然是假的。我就问问你，你会不会娶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然后呢？你打算怎么办？圣旨已下，自然要娶。良情于大钱有功，他已经受了许多委屈，我若不娶，岂不是更让他难以自处？你倒是有些担当。当然，毕竟这大钱未来是我的，若无担当，怎扛天下？梦妍见过殿下，好久不见。梦妍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殿下。说说吧，这1年时间，你的成果如何？1年时间，手下有说书先生34人，卖唱的52人，另外还有5个戏班子，加上19个唱荤腔的。我还开了5间衣布行。殿下给了我3万两银子，目前账上结余13万。辛苦你了。不辛苦，给殿下做事，奴家心甘情愿。你和柳儿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早晚会给你们一个名分。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你明天回去就让人给我宣扬今日之事，有多夸张就说多夸张，尽可能将此事传扬开。殿下放心，我一定办妥此事。这般重要的事情，他应该今晚就回去。殿下都让我留下，要你多嘴，赶紧睡觉去吧。殿下，咱们早些休息吧。好啊。听说了吗？那3皇子武道天赋近乎恐怖，才20多岁，已然精通数千种战技。真的假的？就算一天学1种，那也得10几年啊！当然是真的，要不然你以为那3皇子能收服那么多神武院弟子？哼，我觉得不可能，这世间哪里有这般天才之人，必有夸大。我看未必。天降异象，永烈祠一众大钱先辈保佑之人，怎会夸大？要我说啊，这3皇子将来必成大器，说不定会是我大钱未来储君呐。他可是当众宣称要夺嫡。你昨夜未睡，怎么这般没有精神？昨夜于棍法一道有所领悟，所以彻夜苦练，直至天明。难怪殿下精通数千种武技，看来除了天资不凡，亦是下了大功夫的。那是自然，
不过你说的那个严泽，真的会愿意入我府中？不知道，他曾因上官贪面军粮，一怒之下搏杀了上官，陛下判其流放5年，后来被我父亲接来唐安，以开办武馆为生。此人无论带兵练兵，还是战阵指挥，都堪称一流。千军易得，一将难求，3000士卒主将人选至关重要。这人，我要了。严叔叔，我来看你了。哈哈哈哈，你这丫头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最近可找到婆家了？上回你爹来，可是跟我大道苦楚，说你怕是嫁不出去了。严叔叔，确实找到婆家了。哈哈哈，就是这小子是不是？别说，还真是人模狗样的，长得比我年轻时候也差不了太多。那小子，你姓什么？你爹是谁？我爹叶尊。叶尊，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嘿，算了，反正你小子牛，敢娶晴儿这杀神，老子佩服你。严叔叔，我是又说错话了？那可是真不好意思，我这张嘴啊，老是得罪人。陛下赐婚，他是我未来夫婿，大前三皇子叶宵。你爹是皇帝？我说怎么嫁出去了？原来是赐婚。严叔叔，可是觉得我刀不利否？我错了，你别动手，这院里可都是孩子。陛下赐3殿下3000私兵，缺个领兵将军。我去，这领兵将军非我莫属，愿为殿下上刀山下火海。原本还以为要费上一番口舌的事情，没想到如此顺利就解决了，倒是多亏了你。殿下不嫌弃就好。少爷，有人拦路。叶宵，你不顾同宗情义，断我哥哥双腿，我要与你生死斗，你可敢下车一战？你哥欺压百姓，败坏皇室声望，罪有应得。你向我挑战，难道你靖王家中子弟就该肆意妄为，不可遭受惩罚？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我哥哥自幼对我极好，你断了他双腿，他如今生不如死，我便要找你报仇。你若不敢接下这生死斗，我便是冒着律法惩处，今日也要斩你在此。这么一个小姑娘，赢了也是胜之不武，可眼下的情况，不出手也得出手了。叶星柔，你好大的胆子！良晴姐姐，你怎么在他的马车里？快点离远点！听说别人只要多看他一眼，就会被砍掉脑袋。看你那胆小的样子，怕什么？你不怕，你往后缩什么？陛下赐婚，他现在是我未婚夫婿，我坐在他的马车里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这丫头，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当街拦下我的未婚夫婿进行生死斗，可把我放在眼里了。可他伤了我哥哥，你若真要报仇，那今日我便替他接下。你要生死斗，那就生死斗。我向你保证，你不但报不了仇，还会把性命丢在这里。良晴姐姐，你欺负人！太牛了，直接给那姑娘吓哭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不怕你上啊？三皇子有点猛啊，这般女人也敢娶？三皇子那是什么人？大前英烈保佑之人，自然不怕。佩服，吾辈楷模，男人中的男人，纯爷们儿。我可是听说了啊，这三皇子可是武曲星下凡，这良家小姐那是天杀星下凡，俩人那是天生一对。这些人好像很怕你啊。没办法，一般人有几个不怕我的呢？他们虽然怕你，可是心中也都知道你做的是对的。对我来说，他们怎么看其实并不重要，毕竟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害怕也好，恐惧也罢，
无关之人的想法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否则当初我就不会痛下杀手。见过殿下。我欲组建司军，名为金陵卫。从今天起，严泽便是金陵卫主将，军中一样事宜皆由他负责。孙晴任军中主簿，负责各处账务开销、账本核实。王虎任副将，负责协助严将军处理一应事务。接下来的招兵，包括去兵部备案以及买地，都交由你来负责，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一本是金陵卫装备铸造之法，另外一本是金陵卫训练和阵法。严将军可回去研习一下。少爷，这位严将军似乎有些不开心啊。很正常，他对练兵有着一套自己的理解，自然不会愿意别人插手干涉。假如你做饭的时候，我限制你放糖盐的数量，你是不是也不开心？那殿下为何还要干涉他？那可是上古人皇亲卫金陵卫训练方法，依此法打造的金陵卫，堪称天下最顶级的护卫兵种。只要他看了那2本书，所有的疑虑都会烟消云散，甚至会对我有所感激。这辈子真是没受过这种鸟气，带个兵，财权、任免、察权都在他手里。哼，现在怎么练兵还要教我？胎毛都没退，也教老子练兵？这铠甲怎么可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如果效果真有这书中所说，训练出来堪称天下第一强兵也不为过啊！严泽，你个狗脑子！三殿下这般珍贵练兵之法都不吝啬，你还偷偷骂三殿下，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真是福祸相淡，人生难测。虽然自废修为，让我多年苦功化作乌有，可是重修一次，躯体重新强化，这根基哈实了不知多少。少爷，你快出来看看吧，严泽将军在门口负荆请罪呢。负荆请罪？这家伙干什么了？没必要弄这么一出。殿下人好，你便是犯了错，也总不至于砍了你的脑袋。不，我要等殿下出来，我要给他赔罪。赔罪也不用这样，我说实在的，挺丢人的。哼，你懂个屁！这是我的诚意。严将军，出了什么事情？殿下，我严泽猪油蒙了心，昨日回拐，怀恨殿下插手训练兵卒之时，还骂了几句脏话。看到殿下所赠金陵卫训练之法，才知是我心胸狭隘，特来负荆请罪。殿下，这人怕不是脑子不正常，他真的能带兵吗？应该没问题，我查过，这家伙打仗鲜有败绩，屡立战功。严将军，还是起身说话吧，这点过错不算什么，我原谅你了。恳请殿下用此经职责罚于我，否则我心难安。你要我拎着一根藤条对着你一个大汉反复抽打，开什么玩笑？你要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就替殿下好好练兵。殿下，这位是？这是我的妾室柳儿，现在负责管理府上一应事务。殿下竟然敢纳妾！我为何不敢纳妾？殿下高明啊！趁着没完婚之前纳妾，等良情入府，已然清算不得，厉害！殿下放心，我定然将金陵卫练成我大前第一圣军。这家伙觉得我会怕良情，真是笑话。三皇子招募司军3000，军饷比正常兵卒竟然要高这么多，一天管4顿，天啊！我要去！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要追随三皇子立业，建功立业。训练量够大，伙食也要跟上。殿下放心，这些我心中有数，只是最近这银钱花费也着实有些大。
我听说陛下每月给殿下10万两银钱，这个月打造装备就花费了许多，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放心吧，银钱方面不用你担心，只要账目清楚，保障到位，我这边有的是银钱。那我就放心了。殿下给的那功法简直太强了，配合足够的食物，这些孩子不出半年便可形成战斗力。上古人皇培育兵种的功法，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他们效忠我，从而为人皇鼎提供气运，同时人皇鼎也会给予他们一定反馈，实力提升自然飞快。如今气运足够，我也是时候重回宗师境了。让他们好好练吧，不要偷懒。皇级真气，开天门！殿下天资当真了不起，开天门引动这般巨量天地元气，重回宗师境后必然强悍至足。大宗师不出，天下将无人是他对手。开天门而已，怎么会有雷劫？不至于吧？怎么回事？还好有人皇鼎，不然我怕是得生死道消。是大日罡气，怎么会？我曾经散去的大日罡气，竟然借着天地元气入体，重新出现了，还跟我体内新凝立出的黄级紫霄罡气产生了排斥，这下糟了！给我融合！不知二哥找我和大哥前来，所谓何事？唐安传言，你们都知道了吧？现在百姓口中，老三那就是堪比武曲星的存在。人家这名声啊，回来不到1个月，比咱们3个加在一起都强。然后呢？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联手罢了。你我3人联手，先将老三排挤出去，等到老三没了夺位之机，我们再争不迟。否则照这个趋势下去，咱们互相再斗，只会让老三得利。二哥这是做好了准备。再过7日便是皇后寿辰，老三不是故意宣扬其武道天资超群吗？咱们准备几个年轻高手，寿宴之上，借着皇后之口提出比斗，当众落了他的面子，毁了营造出的名声。父皇对哥哥还是好啊，这府邸比我的公主府可是大多了。哥，你这府里给我留个房间，有空我就来住。好。我不在唐安这些年，你和娘过得怎么样？宫里没人欺负你们吧？没有啦，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还进摘星阁了呢，现在也是灵师喽。最近正在练女红，过段时间我给哥哥绣套蟒服。云儿，我要当皇帝，老大第一个不愿意，皇后也第一个不愿意。即便你再忍让，也不会为我减少一丝的麻烦。如果有事情你不和我说，只会让你和娘成为他们攻击我的手段。你明白吗？我再问你一次，这些年皇后可曾欺负过你和娘？你走后，父皇便少来母妃宫中，我们日子不如以前。有次皇后来的母妃宫中，她借故发难，徽长打了母妃，还扣了母妃宫中用度。从那时候开始，母妃便总是遭其针对。杨离，我知道了。哥，你千万不要冲动，
无论如何，皇后是后宫之主，是天下之母，你也不是小时候了。现在做事，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呢。云儿，以前哥哥不在，以前让你和娘受委屈了。如今我回来了，没有人可以欺负你们。别说是皇后，就算是父皇，也不行。过2天就是杨雷寿宴，哥，替你们讨回公道。人手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儿臣已经说动了，禁军龙玄卫独统，赵传之子赵勋。若是老二的人失手，他就会出面挑战。今日寿宴是要落那夜宵面子的，可别再失了手。本宫可不想看其在寿宴上出风头。母后放心，赵勋可是1品后期高手，可不是那些神武院弟子能比的。宗师境不出，无人能敌。而听闻夜宵并未达到1品境，他绝无胜机。所谓的武道天赋，就是个笑话。老二呢？他准备的是谁？还有老四，你们不是一起商量的？这，儿臣还真不知道，只是老四说他并无高手。老四这点弯弯绕的心思，跟他母妃一样，真是让人恶心。明明你们3个商量此事，他却一点力都不出。他自来如此，若非有点文道名声，父皇哪里会让他上朝？算了，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今日本宫便要看那好戏。夜宵那个臭小子，从小就讨厌。华妃要不是靠着这么个好儿子，怎么可能骑到本宫头上？我记得小时候你一心只想玩乐，没想到啊，这次回来你倒是也变了。人都会变的，不是吗？你以前不也是只想练武吗？只可惜练了许多年，修为也不是太高，也就在外面忽悠那些渔民百姓。能忽悠渔民百姓，也能忽悠神武院弟子，还多亏二哥相助，否则我自己开口说要去神武院挑选手下，就显得有些僭越了。别说那些家伙还真有些本事，用着还不错。我就不理解了，你娘在后宫不也没少被皇后欺负？你不去咬老大，把注意力放我身上干嘛？你少在那里挑拨离间，而且我也从来没有针对你，你不要在那里妄自揣测。那咱俩打个赌如何？赌什么？咱们就赌今天晚上肯定得有人挑战我。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皇后寿宴，谁会无缘无故挑战你？二哥，我现在还叫你一声二哥。我呢，劝你一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天才，你们不是。跟我斗没前途的，早点放弃，我保你一生富贵荣华。陛下驾到！见过陛下，皇后。今日皇后寿宴，众卿家同乐，莫要拘礼，都坐下吧。开宴。谢陛下。刘同，唐安城内唯一的大宗师，父皇今天居然让他来了。我记得当初就是他给我检查的天资，让我修炼大前第一功法大慈元阳功。儿臣为母后寻了一只千年野山参，以作贺礼。祝母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皇儿有心了，萧儿10年未归，不知给本宫准备了什么礼物啊？本宫来前已经看过礼单，并无萧儿名字。萧儿若是未曾给本宫准备礼物，那本宫可真要伤心了。这臭小子从8岁那年开始就一直跟我作对，我就不信你会给我准备礼物。
这对嫡母大不孝的恶名，今天你是背定了。不瞒母后，我这些年游历天下，特意给母后带了一份民间美食。我当年品尝过后，便觉此物实乃天下美味。可是刚刚吃着这宫中珍馐美食，却又觉得皇后一定看不上此物。为了避免浪费粮食，故而不愿拿出。毕竟一谷一粒，皆百姓血汗而来。若是皇后不吃，反而让百姓血汗白流，所以甚是为难。该死的，这下反被他拿捏了，句句不离百姓血汗，这东西不得不吃了。萧儿说的哪里话？只要是萧儿送的，哀家一定品鉴。更何况百姓能吃的美食，我有何吃不得？哀家一定全部吃下，绝不浪费。陛下，吃吧，一谷一粒皆是百姓血汗，不可浪费。小儿久离京都，游历天下，许多京都天才亦是想要与你切磋探讨。不如就这今日酒宴间歇，萧儿与京都才俊切磋一番，哀家也想开开眼界，如何？想挑战我？那好，今日本皇子就教教你们，何为武道第一。在下姚云天，一品中期，请三皇子赐教。你的人，你不要乱说。大字元阳宫，不错。7岁那年，我父亲为国战死，念我是纯阳之体，陛下赐我大字元阳宫。听闻三殿下也是修炼此功法，还请殿下赐教。我可是费了好大功夫，特意为你找了同样修炼大字元阳宫的人，败在他手里，你所谓的武道天才之名便会彻底沦为笑话。太好了，这老二还真是靠谱，看样子我的准备都有点多余。大日元阳功，真是让人怀念的功法呀！怎么可能？三殿下不是散了大日元阳功吗？怎么还有大日烈阳罡气？三殿下竟然只有一品初期，这般修为让人有些失望。大日烈阳拳！怎么可能？姚云天怎么可能连一招都撑不了？不是我只有一品初期，而是对付你这个境界足够了。大日烈阳拳不是你这么打的，回去再练练吧。一品？叶萧怎么会是一品高手？还有他那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不止一品初期？果然，三皇子实力深不可测。来人，将姚云天送去御医处医治，赏银1000两。萧儿果然不让人失望，这拳法好生厉害。还有没有人来挑战了？这机会可是难得的很。这样，下场比斗胜者，哀家便将刚才那根千年人参赏赐于他。赵勋，请三皇子赐教。这孩子在唐安城也算是年轻一代的天才了，不知萧儿能否胜之？这个不好说。赵勋是一品后期，又拜师大前顶流宗门青云宗，三皇子难以越级而胜。二哥，这般比斗也无甚乐趣，不如你我兄弟二人赌上一手如何？我赌我能赢。叶萧，这是母后寿宴，你说什么赌与不赌的？二哥没钱，我可以借你点儿，限额3000两，不要利息。二哥莫要推辞，我这个做弟弟的可是大方的很。既是喜庆之日，添些彩头也无妨。既然要搏，那朕便以此局为兴，皇后赏参，朕便加金。今日胜者加金10000两。既然父皇雅兴至此，那本殿便陪你走上这一局，落子无悔。那便按规矩办，各出8000两黄金为约。若你输了，可莫要哭穷。三殿下得罪了。
大胆！借着切磋之名，尔等竟敢在大殿之上如此失手，惊扰了母后圣驾，该当何罪？都是些什么事情？老三，你太过分了！过分吗？我不觉得，说不定更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不服咱们打一架，看谁拳头硬。你，二哥，8000两银子可别忘了，你若是今天不给，明天开始可要算利息的。哼！朕问你，你不是说老三体内已经不是大次元阳功了吗？为何今天他催动的是大日烈阳罡气，还用出了大日烈阳拳？老奴也不知道。那日三皇子回宫，老奴明明感知到其体内元气霸道刚猛至极，质量还在同修为的大势元功之上，今日却又催动了大日烈阳罡气，老奴也因此感到震惊。你为何不护住皇后？事发仓促，老奴未曾反应过来，请陛下治罪。朕看你就是想要老三达成目的，连你都对他高看一眼。那你说，这武道之路，他能到哪一步？老奴不过井底之蛙，殿下乃是9天之龙，殿下能到哪里，老奴看不到。见其惊鸿一波，已然是人生幸事。去传花妃侍寝，加金饼1盘，绸缎10匹。大哥，我们这位三弟今夜过后，武道天才的名声恐怕是要坐实了。你叫我上来，不是只想跟我说这件事情吧？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既然事情已经改变不了，咱们就不如帮他好好宣传一番，如何？好想法！明日过后，我们三弟便是大前第一的武道天才。我倒是要看看那些心高气傲的天骄有没有沉不住气的。若是星辰榜上高手挑战，哼，看他能不能接得下来。咱们这三弟啊，算是站稳脚跟了。不急，日子还长着呢，不是吗？听说了吗？三皇子昨夜在皇后寿宴之上，连续击败2位好手，一个还是清源宗的弟子呢。真了不起！清源宗那可是天下7宗之一，他们出来的弟子都被三皇轻松击败。三皇子啊，那可是武曲星下凡，乃是我大前第一武道天才。这话是不是过分了？三皇子虽然厉害，但是大前第一也谈不上吧？天机阁的星辰榜都不见其名啊！你懂什么？三皇子只是以前为人低调，要不然什么星辰榜都是狗屁。天机及格榜单笼统天下武道高手，凡属有名有姓者，皆可上榜。榜单上每一个人都是同年龄顶尖好手。三皇子纵然天才，也不可能是星辰榜为狗屁。酒买回来了，给你。喝喝喝，天天就知道喝。你要是少喝点酒，多去修炼，说不定早就重回星辰榜第一了。爽快，最是逍遥酒中仙。有这口酒啊，给个皇帝都不换。哥，你明明天资那么好，为什么不肯好好修炼？你就这么甘心被白灵素和那个萧夜压一头？你只是输给了萧夜一次，就这么一蹶不振？白灵素，他是个屁，修炼有什么用？再怎么努力修炼，打得赢萧夜？无谓的努力，不做也罢，还是喝酒痛快。城西的泼皮容寺，
对奴家起了色心，威逼利诱不成，就烧了奴家的铺子，这城西的生意是彻底做不成了。生意的事情不着急，等过几天牛安来了，让他去收拾这所谓容寺便是。殿下，您是要扶持牛安进驻唐安？没错，我需要收拢更多对我效忠之人，这些地痞流氓、下九流之人，消息虽然不那么可靠，但是却足够灵通，对我而言利大于弊。殿下，牛安那小子可是个混不吝的角色，他要是来了唐安，说不定会给殿下惹出祸患。放心，牛安看着混不吝，可他精明着呢。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那我当初也不会救他一命。区区容寺，我会让所有人知道，这唐安城到底谁说了算。你们给老子听着，去了唐安城，咱们就是猛龙过江，必须混出个名堂。等到发达了有钱了，哥哥我跟主子说，都给你们想办法洗白，弄个官身，光宗耀祖。大哥，咱们主子是谁？哎呦，主子是谁？懂不懂规矩？这也是你能打听的。只要给老子记着，主子的话比老子的话还好使，那就行了。别到时候分不清大小王，谁给老子上眼药，老子弄死他个狗日的！都快点儿，早点进城给主子办事。殿下，我这一年都按你给我定下的日程修炼，没有半分偷懒。我那些小弟也都是严格按您说的做的。我要你1个月内完成3件事：第一，容寺要死；第二，下九流的生意给我控制下手下行尺度，别让百姓担惊受怕。第三，每日给我收集情报，安排专人整理筛选之后送来府中。殿下，您放心，我一定完成。少爷，翰林院学子韩琦在门口求见，见吗？韩琦？是谁？算了，让他进来吧。是。凉州韩琦见过殿下，在下欲投效殿下，从此为殿下效力。我可没本事给你安排官爵，你要是想我给你安排个好位置，那你可是想多了。在下不用3殿下为我安排官爵，我可以辞去官身，在3殿下府上任职门客。10年寒窗，一朝高中，为何要辞官不做？没有靠山，没有靠山，就只能外放至偏远之地，也难以提拔。可能一任便是到告老之年，终生难入唐安，或可借机捞取钱财，锦衣玉食，可并非我韩琦所愿。那你想要什么？抚明君治国理政，伐夏灭楚，成无上大业，青史留名。我且问你，大钱官员贪腐横生，你可有法？若要整治贪腐，其一，将官员任免期、提拔都设有期限，视官位高低而定。其二，同时要对官员财产进行监督，严禁官员及家属经商。其三，增强监察制度，严苛律法监察。为什么是我？你要选明主，这朝廷里的皇子可不止我一人。那日殿下于城门口严惩靖王世子，在下亦在人群之中。我本欲浑噩一生，那日见殿下如青天见明月，殿下心向百姓，若如此都不为明主，何为明主？求殿下将我收下。可我真的没本事帮你安排官位，在下也真的可以辞去那翰林院之日，追随殿下。既如此，你的抱负，本皇子应了。日后青史必有你一笔。你呀，干嘛非要来这里？昨天严叔叔去我家了，跟我爹喝酒，说起金陵卫，他说必为大钱第1强军，我倒是要看看他哪里来的这般底气。
严叔真的没吹牛，这般下去，这支私军只怕真的要成大前第一强军了。殿下，自从听您的练了卧虎武士之后，属下全劲威力最起码提升3成，多谢殿下指点。殿下，你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武道天赋超群，又将这练兵之法交给严叔，还能指点他人武技，三殿下还会些什么？还会什么？棍法，我棍法超牛的。那改天定要讨教一番。走吧，差不多了。再看一会儿，他们这气血打牢方法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我要是能有3000私兵，那就好了。等我当了皇帝，给你3000女兵如何？娘子军吗？那感情好，我还真想组个娘子军试试。不过3000太少，我要3万，到时候老娘为你扫平一切。那到时候我当皇帝，封你当大将军。干掉他们！牛哥，你饶我一命，以后我们猛虎帮就跟着您混，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去惹我们赵夫人，我们主家的女人，你也敢打主意？牛爷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错了，晚了！你这个王八蛋，开赌场你放高利贷，弄青楼你逼良为娼，当人牙子你去偷孩子，你这种畜生东西，我要不宰了你我都不爽。你放心，老子不是你，祸不及家人，你的妻儿我留他们一命。不过你攒的那些脏钱，爷爷就不客气了。以后这城西所有赌馆、所有烟馆都是咱们的，皮肉牙子钱老子看不上，定期收些银子罩着便是。你们也给我记着，凡事给老子守规矩，谁敢坏了规矩，老子给你一个3刀6剁。萧姑娘，我需要你哥出手，挑战三皇子夜宵。夜宵，他一个星辰榜的位上之人，也配我哥出手？二皇子没让你走。萧姑娘，如果你愿意配合我，10万两银子，我会如数奉上。否则怎样？你敢动我妹妹，你的剑都锈了，杀你足够。你是皇子，我不伤你，可是我总不能看我妹妹被人欺负。废物，早知道带天池四鬼出来。哥，你终于出手了，以后咱们戒酒练武好不好？不，练武没用。哥，我觉得你完全不用在乎那个宵夜了。为什么？他死了，天机阁最新出的星宝已经将他移出，并且给出了移出原因。不可能，他不会死，那家伙绝不会死。我们走。去哪儿？去找骆玉裳，那个疯女人，为了宵夜什么事情都敢做。天机阁出这个榜单，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天机阁居然以为我萧夜那个身份死了，死吧死吧，死了好啊！千万别被那个疯女人发现。萧夜死了，谁允许你们这么写的？我问你们，是谁允许你们这么写的？谁敢说萧夜死，我就先让谁死！你们这些天机阁的王八蛋，那么喜欢排名，今天就好好排排，看你们谁先死！最近对老三又有什么打压手段？主要还是针对其名声下手，一方面过分夸大其武道天资，好引起一些江湖天骄的不满；另外一方面，也派人在百姓和士子中宣扬其武道天赋，于治国无用。老三现在在朝中并无党羽，
难以抓住其把柄。我打算琢磨一下秋鱼之事，看能不能收拢一些门下。这般应对即可。你之前太把他当做一回事了。真正的威胁还是老大和老四。我听说老四已经在谋划监考邱静了。怎么儿臣还不知晓？你当然不知道，这邱维之是老四极其重视，请出数位文坛大儒替他奔走游说。虽然还未上朝，但是此事已经定下10之8九。该死，大意了。这段时间把注意力都放在老三身上，倒是让他钻了空子。你也不用过于担心，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份大功，此功劳立下，你的名声马上就会超越他们二人。什么功劳？赈灾。可儿臣并未听说哪里遭灾啊。你没听说，不代表不会发生。启禀陛下，九原江堤决堤，发生洪灾，冲毁良田，房屋无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恳请陛下圣裁。放屁！前些日子，九原府部还上折子，说今年风调雨顺，必定是大风之年吗？怎么突然变江水决堤？最近几日暴雨，江水冲毁堤坝，实乃天灾啊！赈灾需要多少银子？最起码要100万两。陛下，户部如今银钱紧张，只能拨出20万两银子。这样，先期拨款20万两银子，另外，你们4个皇子这个月月例减少5万两，宗人府再拨出20万两，总共60万两银子为赈灾钱款。谁愿意前往九原赈灾？启禀父皇，儿臣愿前往赈灾。朕准了，退朝。三弟刚才怎么不说去赈灾？赈灾之事，我不如你。三弟倒是有些自知之明，这回知道了吧？治国之道，武道天资没用，名声再大又能如何？总不能用你那拳头去给灾民盖房子吧？那你得盖多少？三殿下，还请留步，陛下请您过去一趟。我问你，灾情的事情，你怎么看？儿臣用眼睛看。这时候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信不信我砍了你的脑袋？哼！这次灾情不正常，九原江堤朕亲自去看过，坚固无比。自打江堤建成7年时间，从未遭遇洪灾。今年风调雨顺，为何会遭遇灾情？父皇叫我，所谓何事？九原之事必须彻查，朕会派遣镇抚司一处之人前往调查。但是朕希望你能率领你那金陵卫前去九原，既为防止闹匪患，也要调查灾情缘由。若是天灾，自然并无他说，可若是人祸，绝不能饶恕那些蠢贼。朕特准你先斩后奏。老三成军半年，战力已成，3000人马，对上天下豪商扶持的老二，朕倒是要看看，朕这2个好儿子离开唐安，能否斗个你死我活？你说，他俩谁能占到便宜？老奴不知。朕倒要看看老二这次敢不敢下手。机会已经给他了，若是他连下手都不敢，朕会对他很失望。同样，如果老三能活下来，朕亦会给他一份大礼，让他的实力进一步膨胀。注意安全，早些回来。放心吧，我这人惜命得很。
殿下这次为何这般着急？从宫里出来到出城都没用上3个时辰。这次的事不简单，让韩琦上车。你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老二一手策划？如果要查，该从哪里下手？查为何要查？殿下说是他所为，那就一定是。先斩后奏，皇权特许。此次离京，2位殿下只能有1位活着回京。朝廷来赈灾了！军爷，先给我吃的，我3天没吃饭了。军爷，我还有孩子呢，给我孩子一口吃的吧，行行好。军爷，我爹80了，你给他一口吃的吧。结阵，拔刀！敢有近前者，斩！军爷呀，赏口吃的吧，我家孩子真要饿死了。这便是那3皇子吗？你们猜他会不会心软？应该不会吧？这要是心软了，也太无趣些。毕竟是皇室子弟，怎会没有一副铁石心肠？赌一手吧，这位3皇子多久能进城？3个时辰，我赌1个时辰。哈哈哈哈哈哈！那我猜2个时辰。前进，凡有阻拦者，斩！这3皇子好生果决！来人，把东西撤了，随我下去迎接这位3殿下。参见3殿下，在下永阳县县令王普。这城中似乎并未遭灾。确实并未遭灾。永阳县地处九原府边远，地势微高，大水过时有护城河和城墙守护，城内并未过水。若是如此，你为何不赈济灾民？殿下呀，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王某是人，不是神仙。这永安县并无粮仓，在下如何有粮食赈济灾民啊？城中既然并未遭灾，百姓、粮商、豪族家中必然有囤粮，暂且筹集一些过来，应备不时之需，赈济城外百姓。等到赈灾粮食到了，如数奉还便是。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殿下说的轻松，您是皇子，一言九鼎。可我王卜不过区区一县令儿，若赈灾粮食到了，各处用粮紧张，无人给我。今日借下之粮，我王卜便是拿命去填也填不下呀。那世家豪族呢？他们家中粮食只怕都要发霉了吧？那我可不知晓，我素来行事守规矩，人家有多少粮食，我如何知道？陛下让殿下带兵前来，想来不是负责赈灾事宜的吧？这赈灾之事，还是等2殿下到了，我向他汇报的好。哼，规矩。殿下为何打我？你很牛逼，说话天衣无缝，可我是个武夫，你非要我跟你讲规矩，老子的巴掌就是规矩。殿下，别打了！殿下，别打了！我错了，我错了！如今城外数万灾民嗷嗷待哺，数万人命悬一线，你却无半点担当。我要你何用？这大钱要你何用？百姓要你何用？把他给我看管起来，不要让他接触任何人。找些捕快兵丁，让他们立刻把城内各家豪族管事的给我带来，不来者灭族。写信，让家中之人送粮。殿下，便是送粮，是不是得有个章程？为何而送？送多少？是捐是借？是还是不还？你们的粮食，算我夜宵借的。若是朝廷不还，我还。明日查验各家粮仓，留下必需谷物，剩下的统统交出来。老二，我没想到他这么狠。二皇子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朝廷的给的赈灾款项确实有缺口，他每拖延1日，就有无数灾民死在灾情之中，这款项缺口便越小。早知他这般行事，赈灾事宜不如我自己抢下。
殿下莫急，我已派人去各地给散布消息，说二皇子掌赈灾大权，却贪污赈灾款项，谢完连同，每日只知淫乐，与三皇子同日出发。三皇子于永安县赈灾，二皇子迟迟不到。哈哈哈哈哈！你这招够阴损，我喜欢。报！启禀殿下，九回来信。念。殿下还是自己看看吧。我说让你念。这灾情之地的来信不知有多脏，难道还要经我手吗？近日九原各地，你大点声，学蚊子叫呢。这般声音谁能听见？近日九原各地皆有传言，说二皇子贪没赈灾钱款，亵玩连同，一喜扮作女人，博壮汉喜爱，每日只知淫乐，不思朝廷重任。与三皇子同日出发，却晚到半月有余，致使灾情糜烂。爷爷，什么是边童？闭嘴，我们快走！该死的夜宵！去，帐下谋士全给我集合！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才刚过午时，加紧前进，傍晚便能到溧阳。永安县灾情已然暂时缓解，你们进城干什么？夜宵，你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我等远道而来，需要入城整备休息。那么喜欢休息，在家躺着，出来挣什么灾？我还没说你呢，你让人淹了，迈不开腿了。10天的路，你足足赶了22天，你懂个屁！各地筹措粮食，购粮运粮不需要时间啊！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带着人就能来？你来这么快，怎么自己不去赈灾？反正今天你是进不了城，要么现在去溧阳，要么你就在城外住着吧。好，夜宵，你给我记着，今天这事情咱俩没完。你跟来干嘛？看看热闹，不行吗？两位殿下，城内粮食已经耗尽，若非你们及时赶到，只怕灾民也撑不了许多时日了。不用谢他，我不替他宣传一下，他现在估计还在路上捡石头呢。果然是你，不然呢？你那些隐秘之事，除了我这个做弟弟的，还有谁知道？那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怎么证明？脱光了给大家看看？二位殿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灾情防疫。城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瘟疫病人，下官已经做出了一些紧急措施，可是城中缺医少药，怕是还需要进行一些调配。我知道了，我会尽快协调，从外部州府请来一些大夫和购买药物。这样，李县令先带人去给百姓发粥，我的人会在县内盘查，将生病百姓与未生病百姓进行分隔。哼！殿下您看，这就是二皇子准备的赈灾粮食。这赈灾之米尽数都是陈年烂米，不仅如此，其中还掺杂了麸糠、沙土。灾民本就虚弱，这般东西吃下去，怕是肠胃弱些的直接被一命呜呼了。该死的！这完全是不把灾民的命当回事！我找他去！哼，二哥胃口倒是不错。其实我从不反对享受，咱们身为皇室子弟，自有身份，吃得好些，用得好些，也是理所应当。可是，你我身为大前皇室，对自家子民，是不是多少得有些悲悯之心？二哥，这碗米可是要吃死人的！朝廷给的银钱就那么些，各地调派购买，短缺严重。为保证有充足的粮食，只能购买残次陈米，掺杂麸糠供给灾民；制举掺些沙土，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借机蹭吃赈灾粥米。怎样？这个话术，便是父皇应当也挑不出毛病。那
真话呢？那日朝堂之上，你说赈灾之事，你不如我。我知道，你说的不如，不是能力不如，而是你没有我身后庞大的豪商支持。如果你来赈灾，甚至我会给你暗中使绊子。可你觉得那些豪商对我就言听计从了？我靠他们收粮运粮，他们依旧要从中赚取好处。最大的豪商就是我舅舅，我不让他们赚，这些东西也没有。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如果你能把粮食运进九原，我算你厉害，我也不想掺沙子。可缺口在那儿，总得想个办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世间本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兄弟也是如此，不是吗？你跟我，老大跟老四，都一样，我们注定只能活一个。哼，以前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惹我，我会留你一命。现在我告诉你，若我掌权，必杀你，包括你母家全族。派人去舅舅那边问问，还需要多久能准备妥当？老三这一次必须死在九原。殿下，下官想问问，为何赈灾之舟里面有那么多沙土？还有二殿下手下兵卒在城中坏了隔离界限，可赶进去的灾民也太多了。这事是二皇子负责，你该找他去。我去了，可是连二殿下面都没见到就被赶出来了。下官真的没办法了，求求殿下救救溧阳的百姓吧。进去说吧。不要去吃那些掺了沙土的赈灾米，你若是倒了，这溧阳县更是要乱成一锅粥了。多谢三殿下指点，下官知道了。此事过后，我一定要上报朝廷，参奏二皇子一本。二皇子这就是在故意减少灾民啊，尤其是那些被隔离之人，只怕用不了几日便会尽数染病。我观二皇子车队之中并无治疗疫病的药物，这些人完了。殿下，在下有一计，不知可行否？你说。二皇子此举的确有些阴森，我觉得我们亦可如法炮制，对其住所井水下手，让这疫病也传到他们身上。那小子修为虽然不高，可练的也是1等1的顶级功法。疫病虽然厉害，却无法伤其性命，用不了几日功夫，稍加医治，他就能好。我要的就是不伤性命。他但凡有疫病症状，加上属下大面积患病，必然要调集大夫药物前来。到了那时候，他就算做表面功夫，也会救治病人。从计谋的角度来讲，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道德角度而言，为给别人喝瘟疫湿水，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大夫到底什么时候能来？今日下午便到。那就好，再去催催。二哥，听说你让人拉了10大车药物来溧阳，还有上百名大夫在路上，怎么，这是银钱又够了？老三，你知道吗？就在刚刚，在后院井中捞出了一具尸体，被装在麻袋里，还压了石头。看来二哥所找的这个居所发生过惨案啊，得让李彦彻查一番。可是我手下验尸说，尸体才死了没几天，泡发程度来看，应当是我入住后才丢在井中的。那这水可真吃不得，太恶心了。行了，说正事。去往九原府的运粮队被人劫了，父皇让你带兵剿匪，你是怎么做的？每日就在城外吃喝玩乐，若是这般，九原府迟迟无粮，得死多少人？所以呢，二哥什么意思？我会立刻再往九原府送一批粮草、药材、大夫。若是这批东西再丢了，九原府只怕要尸横遍野了。为了防止再被盗匪劫掠，便由你负责押运，怎么样？看来你这是挖好了坑啊！哼，三弟是不打算去，我可以换人，把粮食、药材和大夫都给我就行，不需要你派一兵一卒，民夫我自行募集。这一次，我会让那些窃国的囡贼死无全尸。这便是那夜宵吗？果然是一表人才。
威仪不凡，有人主之姿。三舅，你是不是胳膊肘分不清里外了？就是分得清里外，我才需要帮你啊，只是感慨一下罢了。你舅舅我行商天下，见识过无数达官贤贵，各国皇族亦有接触，能有这叶萧一般威仪之人甚少。我比他差哪儿？你看他言行举止，可有半点规矩？他从骨子里透出的高傲、贵气、威严，当真是世上少有，舅舅不会看错的。这些东西无法言喻，却又切实存在。比如你虽有贵气，却威仪不足，只能以钱财收服人心。九原那边确定没有问题？当然，叶萧此去十死无生。殿下，都查验过了，没有问题。粮草里面没有任何夹带，人也都查过，无人有修为，无人携带兵器，无人携带灵物，可以启程了。严将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金陵卫究竟如何，就看这一战了。你怕吗？殿下何出此言？我辈军士若怯战未死，何谈建功？何谈作战？战阵之上，生死尽由天命。我等亦是如此。天下没有必胜之战，若是只求必胜，那每一战斗都不用打了。哈哈哈！严将军说的有道理，是我想多了。出发！叶萧，今天你会知道，你看不起的豪商，远比你想象的更有能量。九原大灾，豪族豪商皆已撤离，殿下在路上耽搁了许多时日，灾民早已撑不住，稍加挑拨，民变便生，数十万人，如今只剩下10几万青壮，其余尽数化作口粮。那叶萧不过3000家卫，面对10几万豁出性命的畜生，便是他再有手段也活不下了。舅舅，这一次死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多不多？你不是已经上折子了？只要陛下接到折子，朝廷大军不日便到。等事情过去，你可举荐王府为九原令，我崔家亦可借机大肆兼并土地。放心，保证该给朝廷的钱粮税币一文不少。到时候你有举荐之功，崔家亦有巨利可图。苏相啊，看看这2道折子吧。老二在奏折里参造叶萧，剿匪不力，致使赈灾粮食被劫，发生民变，九原失守，请求朝廷援军。老三呢，参老二行程缓慢，故意延误赈灾。苏相觉得这2人孰是孰非啊？启禀陛下，为今之计，最首要者便是剿灭叛军。以微臣之见，可从宜州调军7万，最快速度赶往九原府，平定乱军。朕没有问你该怎么办，朕问的是，你看这2人的折子，谁说的有理？2位殿下都是忧国忧民，所参奏之事都有其考量。陛下若是要断个是非，不如等2人回长安，将2人请到殿前当面对质，如此方能明辨是非。下去吧，就按你说的，着令宜州兵马前往九原赈灾。是。苏明轩啊，还是聪明，看清了问题本质。要是有一个回不来这长安，哪里还有什么对错？斗吧，斗吧，只要首尾干净，不被抓住把柄，手段越狠越好。大钱之主肩负天下，若是没点手段，如何坐得稳这把龙椅？严将军，你说为什么城外会有那么多白骨？殿下的意思是，森森白骨，皆为人屎。九原城，如今只怕已经是幽冥地狱。杀了朝廷的狗贼，咱们就有吃的了！金陵卫，从阵！不愧是上古人皇亲卫的打造之物，这3000骑金陵卫已是天底下最强大的兵种。他们根本不是人，是索命的魔鬼，专门来收我们的！快逃！兄弟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不杀了这些朝廷狗贼，我们都活不了！斩杀1人赏千金，美女10人，斩杀叶萧，封大将军。贼寇已诛，再有反抗者，死！三舅，你当初怎么说的？
不是说十死无生，10几万暴民却杀不死他区区3000兵马。那10几万暴民，别说是去3000兵马，哪怕是3万兵马都得全军覆没。但叶宵那3000金陵卫根本不是凡人该有的战力，那根本是天兵。照你这么说，叶宵根本不可敌，那我干脆自尽算了。他再厉害，也只有3000人，靠着这3000人就想夺皇位，绝不可能。为今之计，还是得仔细想想如何赢得圣心。现在立刻让人去把赈灾粮食沙土给我筛除。九元府死了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必要再用这般粮食。调遣大夫药品前往各地，快速完成赈灾诸事，稳定局势。这样的话，赈灾的成本怕……不要管成本，事已至此，不能再给老三攻别我的机会。另外派人回去唐安，散布老三剿匪不利，致使九元府百姓暴乱的言论。我这边会联络朝中之人，我跟他下一次的交锋便是朝堂之上。那三殿下呀，当真不是个东西，带着他那些兵丁去了九元府，结果每日就是吃喝玩乐，不去剿匪，致使九元府赈灾粮食被歹人所劫，九元府数10万百姓因此暴动，死了10几万人呢。不是吧？那三皇子之前诸般表现，可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啊。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绣花枕头，看上去好像很像回事儿，实际上根本没什么能力。掌柜的在哪儿？你们今天的保护费交给我们东兄帮了吗？就营业。几位，我们这儿可是崔家的正经生意，你这样，我们主子很难办啊。难办？哼，那就别办了。老大，咱们今日所为到底是为什么？之前不是说不针对普通商家吗？为何这次要针对那些放出对三皇子不利言论的商家？又为何要收取保护费？还都是留下别的帮派名号。要不说你们之前跟着荣四混不出名堂，都是些没脑子的蠢货。这次赈灾是拿二皇子为主，二皇子母家乃是豪商崔家，如今那些商贾说三皇子剿匪不利，说明什么？呵呵，说明这些商贾都是二皇子的人呗。二皇子的商铺，咱们以唐安城其余帮派的名义去捣乱，你们说二皇子会怎么样？我知道了，肯定把他们都灭了丫的。等二皇子把这帮狗日的都给灭了，咱们猛虎帮就可以趁机接手他们的地盘了。大哥智谋超群，大哥真牛！哈哈哈哈！兄弟们，跟着我牛安混，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今天行动的兄弟，一个人赏50两银子。但是丑话说在前面，谁给我露出去半句口风，我杀他全家！我这边算是完事了，不过也只能稍微延缓一下谣言传播的速度。主子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这谣言早晚还是得散开，不能让主子背黑锅，得去跟燕姑娘商量，让她去抹黑二皇子。我手下这些人不能跟主子扯上关系。这2日，唐安又起了另一阵谣言，说是二皇子赈灾不利，引发民变，还故意抹黑三皇子，跟之前造谣三皇子一样，源头都难以查探清楚。不用在乎，百姓爱怎么传就怎么传。成军不足半年，3000起义碾压之势横扫10几万暴民，若是这个数量再多些呢？只可惜还是稍显心软，被老二引到九元府身陷险地。老二也是，既然动手，难道几个像样的高手都凑不出？又要杀人，又怕失手暴露自己，瞻前顾后，难成大事。去传朕之命，九元府局势稳定，夜宵、二皇子2人可回唐安，后续事宜交由地方官员处置。九元府遭受灾害，如今已成空城，城外10余万暴民，天怒人怨，注定被编入各地徭役。如今城中各物皆是无主之物，尔等于国有功，今日可入城中自由搜寻，所得之物尽数归于尔等。严将军怎么不去？为将之人要有威严，
若是为了区区蝇头小利便失了威仪，如何还能震慑军中士卒？而且属下相信，殿下一定不会亏待属下的。当然不会，这一次该有利益之人一个都不会少，不该有利益之人，我也绝不会让他拿得到。殿下去哪儿？杀人。殿下，你实在太谨慎了。我们跟着车队回去，当着上千人的面，那叶宵真敢动手？现在这般偷偷逃走，倒像是我们怕了他。你不了解叶宵，他从小就无法无天，做事从不讲规矩。这次我用9原百姓围而伏杀他，他一定会对我出手。我那些护卫在他3000骑面前根本就是纸糊的。可咱们这都出了9原境内了，也没见人追来。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什么人竟敢拦路？速速让开！要你们命的人。殿下，这怎么办？是叶宵派你来的，他给你多少钱？我给10倍，不，100倍！你以为我真的怕你？天池死鬼！杀了他！宗师境，你们拖住他！走！居然有4名宗师境护卫，算你命大，但下次你和崔家都得死。殿下，你没事吧？人追来了吗？殿下，是您的马累死了。我们这都跑了2天1夜，那人应该没追来。那就好，那就好。你们4人都是宗师境后期，号称联手可敌大宗师，怎么会连一个宗师境初期都打不过？殿下，那都是江湖虚名。至于那名神秘高手，确实古怪，所修功法刚猛霸道至极，我等见过的天下宗师界绝无这等高手。叶宵身边竟还有这样的高手，会不会就是叶宵？不可能，叶宵练的是皇室的大紫元阳功，虽也是1等1的功法，但依旧不如神秘高手所修功法。看来以后想杀叶宵，除非请动大宗师，否则绝无可能。这次回唐安，一定要在朝堂上咬死叶宵。二弟，9原赈灾，辛苦万分。父皇命我在此迎接，请2位皇帝下车，入我车驾进宫。对了，老三呢？还有你出去的时候，不是带着上千人的队伍吗？怎么回来就这几个人？大哥，些许辛苦，不过是为了百姓，如何能让您辛苦迎接？老三他……
三弟为何还不下沉？没看到大哥在此迎接？你还真是丧尽天良，对百姓那么心狠手辣，小心遭天谴。可我听说三弟麾下斩杀暴民的时候，也未见留守啊。现在九原诸县很多子民还要给我立长生牌位呢。威安、龙井、紫苑三县已经给我送了万民伞，黑锅甩给我，功劳名声你一样不少。哈哈哈！三弟在说什么？为兄可不知道，我就是秉着一颗人心，为灾民献些实事而已，别的我可不知道。二哥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不过二哥似乎漏算了一点。漏算了什么？你那几条恶狗没跟在身边，你还敢离我这么近？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喜欢阴阳怪气是吧？我让你阴阳怪气，跟我装什么？还万民伞？你个狗日的干了什么心里没数？你以为我不敢揍你？小时候我敢，现在我一样敢！你们不要再打了，快住手！尔等身为皇子，懂不懂些礼仪？这般大庭广众动手，谁敢阻拦你们？万一掰扯不清，岂不是死罪？大哥，进宫我自然会跟父皇解释，不劳烦你了。那三弟自便。进城，凡敢阻拦之人，斩！诺！打得好啊！老二丢了面子，这事情岂能罢了？我倒是要看看父皇要如何处置老三。立了大功，却又闯了大祸，总得有个说法吧？哼！陛下，陛下，出事儿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稳重一点？多大的事情能让你这般慌乱？朕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遇到事情不要慌，要稳如泰山。二皇子在城门口被打了，谁敢动朕的儿子，朕要诛他9族！陛下，动手的是三皇子。大皇子前去迎接两位皇子回城，结果二皇子和三皇子似乎言语中有些冲突，三皇子便动手了。你为何不直接说明？下次再说话说一半，朕灭你9族！老二呢？已送至云飞之处，正在由太医医治。三皇子进城之后便没了踪影。老大呢？他死哪里去了？不是让他接人吗？大皇子将二皇子送至云飞处，估计马上便来。去，赶紧把老三给我找来。母妃，您不去父皇那里为我说几句话？说什么？你这个样子去了，还用我说什么？我去哭闹，你觉得有用？记住了，去了之后不用哭闹，亦不用提此事。若是你父皇问起，你只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体现你大度一面即可。为何？他当街打我，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当然不是。你父皇今日惩处夜宵一番，此事便算过去了。与其如此，不如表现得大度一些。待明日朝堂之上有官员参告夜宵，那时才是见真章的时候。你要知道，世间能对你父皇造成影响的，绝非亲戚。你好歹也是兄长，就任凭两个弟弟在你面前厮打，夜宵实力太强，你不会让禁军干事，还怕引起夜宵所部反击？你什么都怕，那你还迎接什么？明日起禁足10日。这夜宵不敬尊长，将你打成这样，你放心，父皇一定严惩他。三弟毕竟行走江湖多年，喜欢动手是寻常事。父皇放心，儿臣对三弟绝无怨念。我是当哥哥的，让着弟弟一些本就应当。儿臣明日便可上朝，九原府还有些后续事宜，希望父皇准奏。去吧，放心，你这次赈灾功劳不小，朕不会亏待你的。你也下去吧。来人，去给我传老三为何还不进宫？嘿，老爷头呢？不是要见我吗？我来了。你这是干什么？想要装醉，减轻罪责？我有何罪？你当众殴打老二，还说无罪？弟弟打哥哥，
不就是天经地义？你究竟想闹哪一出？别跟朕说你真的喝多了，也无他，看你不爽罢了。叶萧，你最好知道些轻重。我知道你无非想让我和老二斗，可我们兄弟争斗，不应该损害大钱利益，不能损伤大钱百姓。你明知道我们一起去会死更多人，你还依旧让我们去。你知道九元府的百姓有多惨吗？我且问你，你觉得如果你不去，老二自己去，那这次死的人会少？叶萧，你太天真了，皇帝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你觉得朕做的不好，那你应该更努力一点，更强一点，强过历代所有君主，功盖三皇，得过五帝。这次赈灾，老二是最好的人选，而你就如同一柄利刃悬在他头上，他行事之间必有顾忌。朕要的是九元府的灾情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平息。如果任由老二压榨玩弄百姓，千言日久，不知要死多少人。这个答案你满意吗？朕的儿子。多谢父皇，儿臣错了。不生气了？朕可是拿你的性命在冒险。若有下次，便还是我也好，我不会讨再留手。下去吧。等下，你打老二的事情还没完。我知道，愿打愿罚，悉听遵命。孤家育人，这便是皇室的宿命。朕最喜欢的便是萧儿，可即便如此，他的性命也不过是棋盘上的筹码。传英诏，九元之事结果如何？启禀陛下，九元府堤坝被毁之事，从现场来看，无法辨别是否是人为损毁。至于百姓暴乱，现场据传是一名叫吴文山之人策动，他其人已被三殿下斩杀，不知是否有人指使。哼，有这些，朕府司啊，也不复当年了。是臣无能。玉昭，你说4个皇子里，你觉得谁可继承大位？臣不知。不知？不要紧，你可以帮朕看看。即日起，朕放开镇护司对各个皇子监视权限，能收集的情报尽可能收集一些。臣知道了。下去吧。老二啊，若要夺嫡，那些豪商便只能为从；若是主次不分，到时候可别怪朕狠心。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想见你。路上买的，不值钱，还希望你不嫌弃。对了，这次来还有消息要告诉你。最近清元宗圣女来了唐安，入宫觐见了陛下和皇后，皇后对其甚是宠爱，有要将其收为义女之想法。清元宗身为大前七宗之一，为何主动向朝廷贴口？清元宗圣女好像是叫安玲珑。算了，懒得理会，最好别来惹我。要我看，玲珑可以拜皇后为义母。如今我清元宗亲皇不接，10年之后，天下七宗之位必然不稳，早晚为他人所并。只要朝廷答应我们的条件，便是拜为义母，有何不可？若是此事传扬出去，我清元宗必成江湖笑柄，我等也会是清元宗的罪人。笑柄又如何？这江湖之事也总得有点规矩。我们清元宗投效朝廷，以后便为朝廷官员，监察管制江湖一众门派，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与武林盟主有何区别？简直可笑！我等江湖中人自来不与朝廷有所纠葛，如今却要使门内圣女拜皇后为义母，使宗门众人成为朝廷鹰犬，丢人至极。星辰榜上，玲珑的排名不过17，再过10年生一代，有谁能挑大梁？30年后，老祖万一渡劫失败，谁能护佑宗门平安？若是让程虎那孩子回来，
闭嘴！那个逆子沉迷魔教妖女，不要提她。我意已决，只要朝廷同意，以我清源宗为根基，建立管制江湖门派之部门，玲珑便是认皇后为义母，也不是不行。小老虎，你说那酒家老板说的那人，会不会是萧夜公子？他已经死了。小老虎，你要再敢说萧公子死了，那你就滚，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眼前。他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因为我知道啊，喜欢一个人连见都见不到有多痛苦。这男人就这么招人喜欢？你也是，骆雨商也是，非要追着他跑。因为他强啊。我南宫婉婉的男人就应该是天下第一。如果小老虎你能打赢他，我就嫁给你。打不赢。我虽然是星辰榜第5，最近修为也有提升，但我还是不可能赢得了他。听说你妹妹来唐安了，你要不要去见见？没兴趣。无趣的家伙。殿下身着蟒袍，当真是威仪不凡。当年行走江湖时，若是穿上这身衣服，不知道要多引动多少天骄少女的芳心。还引动芳心？现在那几个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被他们追得满天下乱跑，最后2年我哪里还敢露头？再多一些，还让不让我活了？我还以为殿下很乐在其中呢，毕竟那几位的姿容，当真是天下绝顶。那些女人美则美矣，但是不可轻易招惹，练武练的脑袋都不正常。不提那些，今日的早朝才是要紧事，怕是又得费上不少功夫。我倒想看看，这老二还有些什么上不得台面的阴招。哟，二哥脸色不错啊，看来昨天晚上肯定睡得挺好。哼，哥昨夜是做了什么？难道被人用棍子捅了喉咙，说不了话了？传言难道是真的？老三，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不想理你，你便莫要招惹我。我便是惹了，又能如何？九元府的那些百姓也未见得招惹二哥。你在说什么东西？我听不懂。我就知道有无数百姓为了我歌功颂德。可惜啊，这些歌功颂德变不成二哥最喜欢的银钱。陛下驾到！有事启奏，无事退朝。臣礼部侍郎夏桀参三皇子夜宵殴打二皇子，其性情残暴，不知礼法，请求陛下剥夺其朝堂议事之权，夺其私兵，禁足皇子府内，以儆效尤。臣御史邹礼参三皇子夜宵剿匪不力，致使九元府灾民暴动，死伤数万百姓，请陛下将其治罪。臣吏部侍郎钱德德参三皇子于永安县私自僭越，罢免县令王府，视朝廷规矩法度于无物，请陛下将其治罪。事情一件一件说，先说夜宵殴打二皇子之事吧。夜宵，你有何辩驳？儿臣无可辩驳，且人罚。但是儿臣有一句话想问问夏侍郎。敢问夏侍郎，我大钱可是没有律法？当然有律法。大钱律规定，当街殴打他人者，若未造成肢体衰残或严重伤势者，当赔银30两，杖80或关押3个月，由犯人自行选择。我便受那80杖便是。殿下殴打的可是皇子，皇子又如何？皇子与百姓难道不同？当然不同，皇子与百姓不可一概而论。若夏大人这么说，大钱律例可没有殴打皇子之条例。正所谓法无禁止即可行，若无此条例，我不正是无罪？夏大人已经替儿臣证明，儿臣无罪。你这是诡辩！陛下，臣的意思是，殴打皇子理应罪加一等。为何？因为皇子身份尊贵。既然如此，我亦是皇子，那皇子犯罪是不是该减轻一等？一来一去，不还是如刚才一般？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能减轻？哦，既然同罪，为何加重？就因为我二哥脑袋大不成？父皇，儿臣觉得三弟的提议倒是可行，廷杖80，此事便算过去了。既然是你自己的提议，那就定下80廷杖，稍后由禁卫执行。且慢，我觉得打廷杖之人不能是禁卫，
还是得我二哥亲自动手，如此一来，方能彰显父皇并未回护，且让二哥出去心头一口恶气。怎么样？还是二哥来吧，要不然父皇一向宠我，让禁卫手下留情，可就打不疼了。怎么，二哥不想打？不想打就算了，那还是让禁卫打吧，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哦。该死的夜宵，到底是真的陷阱，还是故意让我以为他有陷阱不敢下手？既然三弟让为兄帮你，那一会儿我亲手为三弟行刑。关于夜宵在九元府所作所为，诸位爱卿如何看待？臣以为三皇子于九元府赈灾，以皇子之身罢免王府，算不得僭越。九元府灾民暴动，各方原因诸多，三皇子率兵平叛，以3000兵卒击溃10数万暴民，于国有功。整体来看，功大于过。宰相居然主动帮着夜宵说话，这怎么可能？苏相说的有道理，夜宵9元之行，虽偶有僭越，然事出有因，从结果来看，有功无过，无需在意。夜宵此次平叛，以数千甲士击败10余万暴民，功劳甚大。朕许夜宵组建8000骑兵，一应之初，由兵部恭敬。其麾下兵卒杀敌有功，御赐番号金陵，所部待遇皆提一级。该死的，非但没有惩罚，还奖赏了。3000兵已经能碾压10几万人，再加8000骑，谁能跟他对抗？陛下圣明，三皇子此次行为虽有毛躁之处，毕竟赈灾有功。不过臣以为，二皇子主持赈灾诸多事项，又得百姓送万民伞，其功绩有目共睹，亦应奖赏。你想要什么赏赐？为国尽忠本就是儿臣本分，儿臣无需赏赐。说得好，吾儿忠心，朕甚是满意。既然你不要赏赐，那就这样吧，毕竟国库尚且空虚，你也应该理解。不是，我不要，你就真不给了？夜宵组建8000骑兵，那可是兵部出钱，怎么不说国库空虚？还有事情吗？启禀陛下，九元府府尹身亡，如今九元府百废待兴，臣意将王溥提为九元府府尹，总揽九元政务。父皇，王溥其人，尸位素餐，虽在其位，不谋其政。若非如此，儿臣也无需将其罢免，接手永安县赈灾诸事。这般人如何能任九元府尹？儿臣保举溧阳县县令李彦接任。准。经镇抚司彻查，王溥赈灾失职，收受贿赂银钱数万两，朕意将其满门抄斩。李彦其人为官清廉，于灾情中表现颇好，升任九元府府尹，而身为吏部之首，却不知属下官员行径，妄自推荐。从今日起，免去吏部尚书之职，回家反省去吧。堂堂吏部尚书，就这么被撤职了？若无其他事情，老二，你便对夜宵行刑吧。便这么打吧，反正也用不了多久。二殿下，三殿下修为已被封住，可以行刑了。三不是修为被封了吗？怎么还能把老二震伤？还打吗？还有79仗，若是还打，朕命人给你送来廷杖。不打了，那就散朝。二哥，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呀。你为什么能反震我？你修为不是已经封住了？世间武道功法可不是只有内劲修为，有些肉身武术也是很强的。好巧不巧，我也会上一点。早就告诉你了，我是天才，你不是，非要跟我斗，你是赢不了的。夜宵，你等着，我
我一定能赢你！陛下今天对二皇子是不是太狠了？狠吗？不狠。他既然不敢破釜沉舟，那就得承担争斗失败的结果。想要拿朕当傻子一样糊弄，输了还想拿好处，天下没有这般好事。正好该拔的钉子借机拔一拔。朕若是不给这些人一点震慑，他们什么都敢做。对了，夜宵刚才是怎么做到的？外门功法不动明王身，下过佛门的外门功法，肉身越强，反震力道越强。不过这功夫用的时候不能移动，所以有些笨重。皇室武库有收录？不曾收录，应当是三殿下游历江湖时学会的。江湖，朕到底要不要去试着管上一管这些无规矩之人？哼，老二和他娘都一样，以为钱是万能的，吏部尚书也敢去收买，6部官员升迁任免皆由吏部掌管。哼，这般衙门他敢去动，你父皇不收拾他才怪。以后呢，他就是你哥哥，咱们便是一体的。毕竟你认我做了义母，我们有事情也不会瞒着你，咱们是自己人。以后咱们便是兄妹。这是一套一品斋顶尖大师打造的首饰，是为兄让他们特意为玲珑妹妹定制的，天下只此一套，妹妹看看喜不喜欢？若是不喜欢，我再让他们给你弄新的。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解决。对了，我有个朋友叫赵勋，也是你们清源宗出身，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陛下真是下的一手好棋啊！那日吏部尚书被当堂罢免，谁曾想他为了活命，竟然将与二皇子有往来的一众官员名单交了出来。二皇子这下真是元气大伤。老二拿金钱结下官员，那这些人既然拿老二的钱，自然不会是什么清官。顺藤摸瓜，个个都是大肥猪。父皇这一波当真爽快，灾情平息，贪官被斩，国库充盈，又是一片国泰民安。可是，陛下这般高明，殿下手下兵卒越来越多，不怕引起陛下的猜忌吗？我比老二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从没想过欺瞒我那位父皇，而老二，他会隐瞒，会利用规则，他喜欢在规则之内用尽一切他所谓的心机手段，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任何人都不喜欢被欺骗、被隐瞒。陛下一旦看破，纵然没有证据，可心中必然不喜。殿下，陛下赏了你8000骑兵，明日你便要去兵部挑选战马了。这是许平，范阳许家7代单传弟子，其家传相马4马之术，名扬天下。他愿意投效殿下。见过三皇子，梁姐姐说了，让俺跟着你，听你的，保证有好吃好喝。居然是许家传人，放心，以后我麾下战马和马夫都归你管，美食管够。除了许平，我爹还为你挑了一批武将子弟，他们自幼习武，比起一般招募之人要勇武不少，而且对殿下绝对忠诚。替我谢谢伯父。如今我们梁家与殿下绑定一体，你要是夺嫡失败，我便是全家灭族，殿下可不能输。绝不会输。清源宗圣女安玲珑前些日子拜了皇后为义母，清源宗怕是已经绑定了大皇子一脉。这倒是一件麻烦事。清源宗底蕴深厚，若是真被老大彻底吃下，不断出动顶尖高手袭杀我和我麾下之人，这夺嫡我可以提前退出了。一个星辰榜第17的圣女而已，算不了什么。只要那个人回到清源宗，清源宗绝不会为老大所用。谁？一个故人，安成虎。
殿下，这小子当真有些东西，不愧是许家传人。今天早上说我马骨不正，稍微弄了一下，这骑起来感觉都轻快不少。这般人才，老梁都舍得给你，真是不容易啊。一会儿挑选战马，好好选着，不用客气。咱们成军之后，便是要找机会立功，战事少不了。嘿嘿，殿下放心，俺这双眼睛看别的可能不准，看马俺只要一打眼就知道哪匹更好，绝对让殿下满意。三弟且慢，父皇让我负责今年秋收祭天之事。禁军龙玄卫战马病死许多，列阵仪仗不甚美观，所以呢，我也得来挑选一匹战马。还是我先挑吧，这便是大哥的底气。就是你欺辱我母后。母后？父皇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是皇后偷人生的，是现在都这么光明正大了吗？叶萧，给我放尊重点！这是清玄宗圣女安陵容，我母亲新收的义女，已经告知陛下，吾日便要有封号加陈。我们这位新妹妹一定是自幼没有母亲的可怜人。毕竟一般人谁会无缘无故认其他人当娘呢？我有母亲，只是皇后陛下看我有眼缘，才提出要收我为义女的。原来有眼缘就能收啊！巧了，我看玲珑妹妹的母亲也挺有眼，要不让她拜我为义。以后我叫你妹妹，你叫我外公，咱俩各轮各的，岂不美哉？大哥，你说他叫我，那你叫我什么？三皇子，不要胡搅蛮缠，说些文化欺负女流之辈，真的很光荣吗？什么事？这里也有你插嘴份儿。老三，你太过了！怎么，我不过分，你就不让他挑战我了？我过分，你们不是刚好明共一对？安陵容，我要提醒你，与我为敌，最好结果是重伤，你可想好再说。出手了，最后不理。三殿下，你是真不知天高地厚，你连星辰榜都未曾上，而且你不过一品境，何以如此猖狂？我安陵容今日便要看看，这满堂安城传扬的大前第一武道天才，能不能接下我10招？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22岁便已入宗师境，这般修为让我等望尘莫及啊！啊，这么年轻的宗师境，这可真是天纵之才啊！老子44岁才入一品境，他22岁便入了宗师境，了不起，当真了不起！殿下，这女娃好强的修为，你现在怕是令死不赖。三弟，怎么了？不想打？不想打也没关系，让到一旁，乖乖让我进去挑选了马匹，也就是了。我这个做大哥的，不会非逼你跟玲珑这般武道天才交手，毕竟你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收手还来得及。三皇子，若是不敢打，自可离开。说什么给我机会，不怕笑掉别人大牙？我也跟您说清楚，一旦动手，我不会留手。你若死了，别怪别人。我游历江湖10年，遇过天才无数，差不多年纪之人，许多修为都在我之上，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也包括你哥安成虎。不可能，你若击败我哥，怎会星榜无名？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我且留你一线生机。他怎么这么强，居然能击退玲珑？好漂亮的剑法啊！青莲九剑。你比你哥可差远了。赵勋，不想看他赢。殿下，没关系，三皇子一定是用了某种秘法，才爆发出这种不正常的战力，必然不可持久。只要他无法对安姑娘造成实质的伤害，最终的胜者一定是安姑娘。
连怒爆！输了，真的输了！叶星竟然跨越一个大境界，战败了星辰榜17的安玲珑！快救人！殿下，不好了，安小姐周身经脉爆裂，快恢复医治，给我召集唐安名医！无论如何，不能让吴媚出事，不能让吴媚多欺负！殿下，不愧是我们唐安第一天才，太强了！那可是星辰榜的天才啊，居然被三殿下越级打败了！殿下了不起！走吧，选马。可惜了，安玲珑要是死了，那清玄宗跟老三可就是不死不休了。本宫就能看他被人碎尸万段。母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安玲珑身死，清玄宗势必与朝廷切割，再不会为我所用，反而不美。如今虽然安玲珑未死，可是老三与清玄宗已然结下梁子。那你这次进宫，所谓何事？儿臣想要母后去找父皇，为我求一颗万灵养生丹。儿臣有了此丹，便可施厚恩于清玄宗。到了那时候，清玄宗既与三弟结仇，又被儿臣施以厚恩，必然为儿臣所用。你下去吧，我一会儿便去。我虽然恨不得那个家伙早日去死，可是他若是我儿子，又该多好。他8岁之时能为了花云月砸我寝宫，而我这儿子28岁，见我受辱却只有满心算计。我就说这小子最像我。当年朕啊，要不是心思不在武道上，也不比这小子差。这小子还是遗传了朕的优点。三皇子向陛下，那是自然的。陛下，皇后娘娘于殿外求见。去告诉他，朕龙体欠安，不想见他。另外，传话天龙院，给叶宵送去一颗万灵养身丹。再告诉迎昭，派人去唐安城中，把叶宵战胜安玲珑的消息彻底散布出去。小老虎，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人家又不是傻子。你真说去了，打赢打输，估计就是被人乱刀砍死。我还得给你做个衣冠冢。他让我妹经脉断裂，那我便也让他经脉断裂便是。既然打赢了星辰榜第17，这星辰榜第5，我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打。老二消停了，老大又开始了。这夺嫡之路，比行走江湖累多了。殿下后悔了？那个位置只有一人能坐，那个人只能是我。大钱需要一个明君，天下需要一个共主。